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也提到港澳事务，显示中央治理港澳政策一脉相承，并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香港街头到处都洋溢着喜庆气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分析认为，习近平7.1讲话重申了中央对港澳的基本方针政策，显示了中央治理港澳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香港政治局面稳定后，中央也在推动特区政府着力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促进香港与内地乃至全球经济融合发展，对香港未来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会有根本性的改善。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再次重申中央对港澳的2个落实的要求，也就是要落实中央对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表明中央将港澳工作与国家整体的发展大局结合在一起。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国两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接下来，香港应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接下来呢，香港呢要进一步提升管制水平那么包括解决经济民生上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让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呢能够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机遇给他们带来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香港呢才能够长期的繁荣稳定，那么一国两制呢也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落实的好。7月1号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纪念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驻港部队等主要中央在港机构各自举办了升旗仪式，贺建党100年，庆香港回归24周年。特区政府也在金紫荆广场举行7.1升旗仪式。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警方升旗队首次以中式步操进场。仪式中，警察乐队奏乐，现场嘉宾合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2架直升机分别悬挂着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由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官员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留港的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首次以署理行政长官身份，率领其他特区政府官员出席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李家超在庆祝酒会上发言，香港顺利回归是中国共产党100年伟业的重要部分。今年嘅7月1號，亦都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嘅重大日子，喺社會各界慶祝中國共產黨100年華誕之際，我哋應該對喺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提出同埋實行嘅一國兩制有更根深嘅體會。李家超还认为，香港社会及政治情况恢复稳定，有条件从谷底反弹，迎接更好未来。未来1年，特区政府会继续以坚定的立场维护国家安全，完善一国两制的实施，并以务实的态度和迎难而上的精神砥砺前行。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观察呢，其实整个现场的庆祝的仪式在形式上是和往年差不多的，都是一如往年，但是气氛是比往年更为隆重、喜庆还有热烈。因为这半个月以来呢，香港街头各地都是张灯结彩，处处都悬挂着5星红旗以及这个标语。那街头的这个巴士啊、电车啊，在最近呢，其实也都张贴主题宣传的标语。那么今天7一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这个巴士、小巴、电车都展开了一个街头巡游的一个活动。另外还有上百艘的渔船也会在今天巡游整个的维港。可以说，今天在香港是海陆空全方位的庆祝这个大喜的日子。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海关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香港回归后，每年的7一回归纪念活动他都会参加，而今年的活动让他尤其深刻感受到香港与祖国的紧密关系。今年是第一次我们香港的警察护旗队是用普通话来叫口令的，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恰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的这个华诞，不同的领导在致辞的时候都提到了共产党和香港一国两制各方面的这些贡献，同时呢也非常开心，在港区国安法以及这个改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这2个很重要的法规推出了以后呢，整个香港呢这个形势呢稳定了下来大家呢可以更集中的精神去发展经济走出疫情的这个雾霾。